嘿，大家伙早喽！6月13号星期四，闷热的早晨。幸亏上周跑了50公里，但是这周大阪的气温不太行了。今天计划尽可能的多跑一点，我要看身体状态，因为刚才有一事儿吓我一跳。我都想好了，今天咱们来个博眼球的标题，叫险些受伤。后边还是什么我还没想好。我刚才都准备开机跟小伙伴们说可能比赛不行了，但是好在虚惊一场，一会儿再跟大家说为什么。今天还是把大阪城所有的路都跑一遍，但是可惜了啊，这条路施工，哇，田中先生，田中さん飞豆，哇，好快呀！跑到了我们冲坡的地方，今天从坡上过去，这边是一片梅园，都是梅花，就是刚稍微暖和一会儿的时候特别好看。是不是今天晚上就是 Insta 360的发布会了？好期待呀！不知道首发评测是什么时候媒体解禁。其实这坡从这儿就开始微微开始了，就感觉不出来。你看那天爬了4次，爬升是62米，边上一下就变低了。那时候底下这一片都是梅花，开花的时候从那上边看特别好看。今天换了双鞋，今天穿的是 Metaspeed 的 Edge。我昨天刷日本这边的广告，给我推说 ASICS Metaspeed 叫 LD 还是什么，就是那场地鞋要发新一代了。在大阪的长居公园边上有一个 X Step， 好像是还是什么啊？没有 X， 跟特步混了啊，就叫 Step 体育用品店。就大河原先生说，那儿有一位打工的黑人小伙，全程马拉松2小时10几，我还没去过呢。说在那儿首发是场地鞋。今天的话题就是咱们接着聊聊长距离，那天没说完呢。我上完这坡好累啊，你看我脸上这汗，上周还不这样呢。行，咱一会儿聊啊，又要打下坡了。好多小伙伴想知道哪位是野口先生？你看前面穿蓝衣服背心那位戴帽子，就2个人并排跑，我们去打个招呼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就是左边这位，很早出现过视频里，瘦了好多呀。お口さん、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已经跑了15公里多了，一会儿去喝口水，待会儿咱们再聊。跑了23公里多了，有点累了。我是过了20公里开始加速，前20公里的平均配速可能是4分37，上个公里4分02，
碰见大家伙一块照相来着。大河原先生今天穿了个北京马拉松的背心儿，是贝壳赞助的时代的。还碰上一位天津老哥在这儿生活，应该是。又看见野口先生一圈一圈的跑。刚才受伤那是怎么回事呢？你们看我今天的 Strava， 在第1公里和第2公里我停了好几次，大概跑到600-700米的时候，突然就是2022年北京马拉松之前受伤那地方，右腿大腿后侧内侧膝盖窝那一片开始疼，而且是突然的疼，这种就比较可怕。当时只有一个好的信号，就是感觉像是转了筋了，就跟抽筋儿似的。然后我就停下来了，停下来就马上不疼，然后一跑过2步又开始疼，而且开始往膝盖前侧发散。当时一想坏了，我又停下来，因为一般这种经验就可能是哪儿憋住了，甩一甩，甩了一甩，拧了一拧，又接着跑，还是不行，而且越来越严重。我当时感觉都要哭了，我都想今天要不要录视频跟大家道歉了，因为今天起步有点快，今天起步是4分40，再加上昨天的强度课。后来呢，我就冷静下来，我想没有按压痛，所有的原地活动都没事儿。我想可能是哪儿痉挛了，我就开始各个角度去拉。先是大腿前侧没有用，再跑起来还是疼，然后是大腿内侧，就是横着的那种弓箭步，也没有用，跑起来还是疼。哎呦，当时还想了个笨办法，我说我冲2步看看，冲2步还是疼。后来我说那抻大腿的后侧，抻完瞬间就好了，就是小轻度的痉挛，可能上来太猛了，吓死我了。因为这个伤我有经验，要是真的伤了，至少10天就没有了。你看到现在为止什么事儿都没有，特别好。现在说话的话就稍微慢几秒，但是也可以了，这个速度。今天就是前20公里慢，后10公里争取快，但是其实有2个原因。一个原因是前20公里不够慢，就是匀速，然后呢没吃饭，后10公里我能顶多少是多少。其实关键就是要这种尽量越来越顶的感觉，而不是最后平如水的结束训练。我觉得这是普通跑者训练，就无论是不是长距离都特有用的办法，就是不要每次都一直一样，要不然中间冲几组，要不然后边顶一顶。那个集合点离我家4公里，我要到那儿是26公里，到家才能是30公里。有时候自己跑怎么解闷呢？就算距离，我这次还是不够，所以呢这次就绕到大本城外头，从外头过去，
就差不多，可能最后还得差一点，到家周围再绕一圈，因为我估计这个速度保持不了10公里，按今天的体感。其实画外音有画外音的好处，也有坏处。像昨天那种画外音就没有这种计时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么跟大家聊天，对我来说是一直在给我加油打气。因为坦白说，跑这个强度，说话与否，它对我来说并不是最关键的一个影响因素。行，今天把大阪城应该所有差不多能跑的路都跑了一遍。所以总结就是，您平常跑中距离、长距离的时候，增加一些变化，这样呢，可以给自己信心。您说它真的对身体有什么巨大影响吗？不一定，因为我们的训练量都不够。但是如果我一直一个速度跑30公里，跑完以后没有这样，跑完以后开心就行了，也不一定非得从10公里开始冲。你看我今天是从10公里开始冲，就是最后10公里，但是我应该冲不了10公里。今天您自己评估，您可以是10公里、8公里、6公里、5公里，或者是最后10公里呢，这条路逆风啊，最后10公里冲几组也行，但是一定要注意别受伤，就是别巨快的加速就突然一蹬地，慢慢的往起悠，就找那种悠起来的感觉。我不知道南方是不是这么说。差不多就行了。至于补给这事儿呢，我觉得大部分小伙伴跑30公里还是补给的好，就不是只单纯的喝水啊。你看我今天就15公里喝了一次，后来没喝。你也可以补能量胶，因为其实在国内买能量胶挺便宜的，对吧？这儿其实买便宜的也不贵，几块钱一管。你别看那一管就100多显卡，吃了以后过10分钟，您感受您的身体，那就是不一样。就感受能量胶的作用，也是训练的一部分。您尝到一次甜头，这个记忆就会在脑子里。这就跟我说句不恰当的比喻，就跟我们训练小动物一样，它就有这么一个反射。因为到马拉松赛场上，尤其是到后边，就是理智的思考已经不占据主导地位了，靠就靠这些了。不成熟的经验，没有冒犯大家的意思啊，我对我自己是这样的。行，咱们训练之后聊，我加油干。哎，6月13号星期四清晨7点12训练结束，第2个训练日。昨天是跑团的合练，昨天跑了20公里，其中有6公里是余直跑，平均配速3分35。今天是一个30公里，平均配速是4分26，平均心率是151。但是今天的2个平均不算数，因为最后10公里我加速了，前20公里的平均配速是4分37，而且今天我开始了几公里特别慢，大家都可以看我的 Strava， 每一部视频的描述区都有我的 Strava， 可以看到一开始险些以为是不行了。今天最大心率冲到170，最后的10公里的某1公里吧，最快1公里是3分53，还行哈。早上起来没吃饭，中间喝了1次水，所以有时候想早起是得早睡，牺牲晚上的时间。但是如果能早起呢，真的特别好。你看现在我这儿才7点12，
就我干什么都不耽误。7点12可能大部分人还没醒呢，尤其是这边其实大家上班都不远，就特别近。虽然这边上班感觉他们比咱们早一些，但是也不用骑这么早。但是我已经30公里了，对吧？最后10公里还行，刚才说顶不下来，最后还是顶下来了。虽然最后2公里往家跑有红绿灯什么的，可能会抢，就是快一点慢一点，比如慢一点等绿灯，快一点呢等绿灯没结束这种，但是也还行，还可以啊。今天高驰给我的训练结果就是有氧效果大幅提高。对，就这样跑一个30公里，其实跟那天跑50公里的体感差不多的，但是不是一种累，就是那种纯匀速的超长距离，对超级马拉松是很有用的。那天回来，野口先生也说，跑过1次以后就会变强大的，确实是，就是你探索一个未知的领域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儿，这就特别像我觉得体育运动就特别有意思，就像世界纪录一个人破了，就像捅了一层窗户纸。然后马上紧跟着好多人就破了以前的那个，就这个特别奇妙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人也是这样。所以长距离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接着上次那话题说，亲自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就是这是一种，最后10公里加速，加到多少呢？差不多，你看我最后的10公里平均可能在4分出一点头，可能4分0几，我们没仔细看。然后前面的20公里呢是4分30多，差不多就是提速30秒，就比较合适。像还有一种那天我说的渐加速，我之前拍过一次视频，比赛之前应该是不会再拍了。然后这段时间跟大家分享我这些为比赛做功课的事儿吧。然后，我再想想跟大家聊什么，好吗？那就这么着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夏训呢，虽然是夏天，身体比较灵活，还是得小心注意。但是今天这件事情让我觉得，感受自己的身体是很关键的，而长期规律的训练是对感受自己身体有帮助的。行，那这么着，咱们明儿见。